这是在明朝嘉靖年间的故事。这个人是真人真事，你去上网去搜呢，能搜到啊，叫张聪。那张聪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因为在过去高考的时候啊，是分2级啊，过去可能第1级就是乡试，乡试呢考中了叫举人，你只要考试合格叫举人，中了举了。中举之后呢，如果做官的话，举人与朝廷官员没有丝毫关系，就是初级有文化人。因为那个时候读书人少，国家贫穷，读书人少，所以呢，举人只能做什么呢？你可能改为学医啊，或者在那个乡啊县里头做一些小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一个办事员啊，房地产过户的一个过户员、登记员啊，一些小纠纷呢帮着裁决一下的这种小这个法庭成员等等，就做一些小官，这是举人。但是如果想成为朝廷高级官员，需要你更有智慧、更有智商，再去考的是进士。每个朝廷的这个期间考试的时候来说，它的称呼是不太一样的啊。到了明朝是这样的称呼，所以更高的一级考试就是在当时的首都北京，也称为叫殿试，就是在皇帝办公的宫殿啊来考试。皇帝和比较信任的一些高官来监督考试。那你想作弊很困难吧啊？那为啥在皇宫里这个考试呢？那就是为皇帝直接选择人才啊，因为农民很多不认字，那读书人的话想为皇帝服务，为国家形成为国家政权服务，说这个人一定很博学才可以，才能为整个社会服务，所以这个制度是对的。张聪呢，就是也大约顺利的算考过了最初级的考试秀才，考完了之后他就要考进士。这先生好玩，那么他家里有那一点点钱，去到北京考试啊，考到了连那些房东老板都认识他，住店那些，他一考不及格，不好意思回家啊，一住半年1年这样的，他每一次回去还住那个旅馆，说过去旅馆也不太多，因为游客也比较少嘛。这先生啊，也是我不敢说最笨的吧，连考了6、7次考不上。好，慢慢考到什么程度呢？从20来岁考到了47岁，这叫泰斗级考生吧，对不对？骨灰级哈。所以他的同学都是20、30岁的青年人，一见他，大家以为这是先生来了，说不是，我一样是考生啊，是不是啊？不是我不聪明，说我运气不好啊，自己找理由。其实确实是聪明度值得考虑。他有一天他觉悟了，说接下来还有2个月就考试了啊。他突然到一个这个佛庙里拜了拜之后，他受到了一种启发，立刻回去收拾行李啊。那些周围都认识他，卖鸡蛋的、卖菜的、卖饭的都认识嘛。说哎呀，乡亲们朋友们，我准备走了哈。说为啥走啊？我都不好意思再考了，是不是啊？我已经第6个孙子都出生了，爷爷阿公，我还给你们考个屁啊！我不考了，我回家烤鸡蛋烤红薯，我也不会考试了。准备拜拜，我要自由了啊！所以也不容易啊哈，都进入老年化了，这还没考上试呢，就突然间觉悟了，就回家不考了，这多丢人啊！这心里话就是太丢人了。我回去我怎么见我孙子啊？对不对？这我是我们家的坏典型，哈哈，所以我不考了。为了不再丢人哈，不再给祖宗脸上抹黑，所以我不考了啊。第2天就是要走了，在门口这个老先生算命先生，这个
姓萧，老萧啊。他说：“哎，老张，停下来，让我来再看你一眼，让我再看你最后一眼。”啊，哎，请坐，不要惊慌，给我3分钟时间，我再仔细打量你一下。上下打量，说：“老张，你应该知道我的名号嘛，就是算命先生哈。这算命先生姓萧，俗称萧半仙，萧铁嘴啊。但是人家不是普通的算命先生，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北京政府里头，就是中央政府里头的一个，就是应该叫监督官。现在来说，就是他看着谁，尤其高级官员谁不顺眼，我就给皇帝写检举信。这样的人，谏官，不是太监哈，谏官，就是能给谏言的，就是说那个人不是东西，贪污啊，这么等等的，他就给皇帝写信，他是这样的人。但是因为明朝政府给官员发的薪水不够，所以这个萧谏官呢，等了下了班6点以后，啃块鸡蛋饼，完了之后摆挂摊，那个是合法的哈。那会儿政府没有规定说你不能摆摊啊，所以摆摊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老黄历了。哎，所以等下了班一挂，上头写着3个字，叫啥？萧半仙啊，对。但是他的官职呢叫萧御史，他姓萧啊。台湾有个歌星叫老萧，对不对？这不是一个人哈。这老萧呢，业余时间给人算命，他真有2下子，他算准过好几个名人。所以看见这个张聪要打铺盖卷回家，说拦下来，说幸亏我把你拦下来。我仔细看了看，老张，你走了的话，那是非常可惜呀。就像你的股票从1块钱马上卖到150了，说这个时候你把股票给撕了，啊，那这个你说你损失不大吗？啊，他说，哎，这老萧我早知道，是不是没有这么骗人的哈？你不看我多大岁数了吧？是不是啊？我接下来就快掉老年牙了，是不是？我第6个孙子都出生了，你别拿我开涮了，拿我解闷儿，是不是啊？我给你2块银子可不可以啊？别来逗我玩了，别人都围观着看笑话了。说我不是啊，我可以不挣你的钱好不好？免费给你算好不好？但是将来你给我送更多的钱给我。萧半仙就说了，说喂狗也不会给你钱的，你这骗子啊！我跟你说哈，你也不听我的，你就死定了，你上当，你自己决定吧。说那你的意思是我能考上了？萧半仙为了究竟真理哈，他也是很敬业的一个算命师，哎呀，仔细演算7、8遍的，说我敢啊，用我萧半仙的招牌啊，来作为一个保证，你一定这次能上榜，就能考上啊。他为啥老张不自信呢？前头考了7次考不上啊，说这次就能考上，就考得上啊。说如果仅仅为考得上，我也不会拦下你来。你老张，现在我说哈，我现在说话你都不信，未来我见了你还得磕头呢。你将来哈，你都到皇帝身边工作。你知道官员来到皇帝身边工作，他的级别是什么样的吗？通常在皇帝身边，太监不算哈，太监根本就没什么职务，太监、娘娘、妃子、丫鬟都不算官。我们说正式的官员，在皇帝面前的官员一般不会超过3个人，就叫权倾天下。说这3个人就掌握着大明朝所有的这个权力，你就会叫做那个当时就有一种称呼叫什么内阁。现在也有讲究内阁成员嘛，是吧？美国国会内阁成员就是皇帝旁边、总统旁边叫内阁，对不对？内阁成员权力是贼大贼大，不管他称呼叫什么，只要一入阁就叫牛，天下最牛的人、最有权力的人。
你是入阁拜相之人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把这个当时老张忽悠的鼻血差点冒出来。这真的假的？这说话开始颤抖啊！如果真是那样，我见了你磕头，我给你8万两银子，我把我房子卖了，我得给你哈。你别说这些话，到时候我得给你银子，我得巴结你呢。说你可厉害了啊！这个老张就给说的吧，开始就动心了，真的假的？这是说真的假的？再坚持2个月不就有结果了吗？21年你都熬过来了，你再熬2个月，难道还不能熬吗？说也是啊，这股票这么暴涨的股票，我为什么要撕掉它呀？好吧，我就听你的，就留下来就考。说有什么方法吗？秘诀吗？口诀？什么口诀都没有，你就大大方方考，该怎么考怎么考，你这个时候你的运气来了，运气来了的时候谁都挡不住就真考上了。这老张这次考上了，比如说一共100名殿试的人，他考了71名，分数高不高？高啥高啊？一共100名，考了78名，按3组的话是第3组，就属于尾巴的部分，对不对？属于小腿的部分，对不对？这分数不会太高，但是分数不高，虽然考了21年，也并不代表他没有那个命运。掌握天下权力的人，绝对不是考试最好的人。考试最好的人很少能掌握全天下，因为考试最好的人满脑子只想我考得最好，而没有想统治世界，对不对？虽然咱脑子不好，考得不好，咱想统治世界对不对？这个能量和愿望不同，使命不同。老张不管怎么着考上了，哎呀，见了小板鞋，哎呀，老肖你真有2下子，我得给你做广告得多送10两银子。说不敢这个咱们是吧？这是朋友朋友，别忘了我将来提升了别忘了我老肖对，好，考试完了，可是呢，他在北京混了20来年，大家都知道一个老考生老不争气的，分数还考得不高，就算考上了，也没有更高权力的人去拉拔他。就中央领导没人看得上他来拉他一把，因为我要拉你，你都要退休了，对不对？还没把你拉入道，退休年龄到了，谁会拉这种人啊？所以不叫人稀罕。当时的明朝政府有一个历史，他明朝刚建立的时候，建立大明帝国的时候，他的首都在南京，今天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就是长江边缘上一个大的城市这个我相信华人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地点如果不知道的话，这次记住为什么叫京呢？叫京这个字通常就是首都。那么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朱元璋的那个4儿子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就立明朝的北都到了北京，知道了但是他怎么样安排南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他就是说我们把过去的首都南京呢作为备用首都，这个方法也是不错的。备用首都它变成有2套政府的这个职能和相关的人员，最能干的放在北京，就现在的进行管理国家的人就放在北京。那么备用干部呢就放在南京，南京同样有各个部长相关职员是一样的，但是他真正的权力在北京，大概就是这样。这个部分的行为借鉴就是宋朝的借鉴。宋朝的时候曾经有，大家知道有北宋和南宋，对不对？那北宋后来被辽国给灭了嘛，灭了之后又产生了南宋。他借鉴这个部分说，我们万一北京出了事儿，南京我还有一个中央办公体制，这不至于灭国。
说这种备用方案其实也挺好的。好，这个张聪朝廷里没人，年龄又大，没人稀罕他，所以47、8岁的张聪就被打发到南京，做了个叫吏部小官，品级8级，就没比他更低的了。虽然考试在宫廷里考上了，但是因为朝廷无人，打发到南京，就是他没权，但是有足够的时间，每天没事儿没权利嘛，就闲打发。他还是很好学的一个人，他抽空就读书。至于古人读什么书，咱就不知道了。他偏分个人爱好问题。那这个老张呢？但后来我们知道，他爱读那种书，可能是孔子他们写的，叫礼，礼貌的礼。这个礼呢，就是人伦。比如说你爸爸的爸爸，孙子就把他叫爷爷，他给你排资论辈，辈分、伦理。对于统治国家来说，这个从蛮荒时期，一窝住在一个黑洞里头，谁是谁的爸不清楚。那伦理那时候就不行了，明确这个女人嫁给这个男人，生了个孩子，这是爸爸，这是妈妈，对不对？在过去冻居时期的时候，说只知道妈是谁，爸是谁，根本不知道。冻的就是黑的，到了晚上更黑，所以谁是谁的爸不知道。我就讲这个伦理概念哈。你正式两个人结婚就清楚，这是谁的爸，这是谁的爷爷，这是谁的孙子，是吧？他研究理学。好，这个时候呢，正当着明朝的皇帝，前一任皇帝去世了，新皇帝接班。前头去世的这个皇帝叫做正德皇帝，正德皇帝活了可能30岁就去世了。这个皇帝呢，玩了这小半辈子，他没有后代，就根本就没生孩子。皇宫后宫一大堆女人，没一个为他生孩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他的生理原因健康问题，就是生不出孩子来。他呢，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特别的，就像今天一个正常一个青少年，很多皇宫的青少年就好学，但是他不一样，叫好玩、贪玩比如说人捉着的金钱豹，他说给我弄来，我在皇宫找个笼子给他弄起来，我养豹子。听说一个仙鹤，给我抓过来，我在皇宫养仙鹤反正想方设法各种玩的东西，他很厉害。但是他也是个很好的皇帝。好玩是一个青年人对世界这种好奇心，也是好学的心他是明朝皇帝第一个带头下江南的人。他要闯出皇宫去下江南去游玩，所有的大臣各种官员知道了之后一路去追他。比如说走到山东省省长，省长说你给我回去吧，我根本不欢迎你，你回到你的皇宫去才是安全的，你到了我这儿出了事之后我怎么办呢？你还是回去吧。到每个省就往外赶他，好玩嘛？你看人乾隆皇帝下江南风风光光，是不是既收钱又收妃子，这个走到哪叫人堵着，好玩吧？因为历史上大家担心你这个皇帝出来之后弄出点事来，我们怎么办呢？这官员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对不对？所以那你是皇帝，就应该驻守京城，好好的管理国家，把你那几个大臣处理好了，全天下就安定的。你说你跑出来不办公，那到底谁是皇帝啊？所以因为他是个青年人嘛，所以其他的老年的官员就会劝他回去吧，别在这瞎闹了，是不是我给你点路费，或者给你点好吃的带回去行了，到此为止。各个地方都往回赶他但是他人还是挺好的。很不幸的是30多岁有一次不小心掉落在一个水沟里，给捞上来之后，从此之后身患重病，不久之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但是最可惜的是他死了之后，他没有孩子接班了。
哪怕是3个月的宝宝也可以啊。没有，这一下他死了之后，这个接班人立刻就麻烦了。但是在皇权统治下，没一个人，比如说我是朝廷最有权力的大臣，让我儿子来上，那是不敢的，那是灭族的呀，灭你5族7族啊，把你的亲戚朋友全砍死，大家不乐意的。那他是朱元璋的后代，所以一定要找老朱家的后代，哪个是根正苗红的、更正宗的他的嫡系后代。所以正德皇帝去世了之后呢，找来找去，有一个和他的关系很近，他的堂弟，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不是儿子哈，堂弟，这个也就是一个爷爷的啊，堂弟，后来成为嘉靖皇帝。嘉靖皇帝进北京正要接班，这个期间接了这个班，从这个大家也了解一下那个时代，我们真实的来说，我有权利，我不会像个傻子一样待着，我不表达我的，比如说我的语言、我的想法，因为和我个人的利益有关系。我是今天这么大的权力的人，权力只要大，就谁都不会怕。所以新皇帝嘉靖皇帝才15岁，小少年，小小的帅哥，这是小少年，心眼贼多，不亏他祖宗是朱元璋啊。这么15岁的小孩啊，他的智商啊比75岁的一点也不差。那这个朝廷呢，北京朝廷这个皇宫的这帮官员呢，里头最有权力的，当时有一个就是前朝皇帝的内阁首辅大臣，就是最有权力的那个人，叫杨廷和啊，杨廷和，这杨大官啊。这杨大官呢，终于显示自己的权力和威风，说从乡下来个小子，他心里觉得我都70多岁，你才15岁，比我孙子还小呢，我还把你当什么人看呢？对不对？你只是说生的是老朱家的后代而已。所以这个大臣权力那么大，他就没有把这小皇帝放到眼里头。你算个啥呀？你到我这儿来，他这么想，你到我这儿来就听我的指挥，对不对？你都要顺着我的脾气来。皇帝进城，这么一个新封的皇帝进城，他一切安排都要由我这个杨大官给你安排啊！你把我惹恼了之后，你皇帝当不成。所以皇帝要进他的皇宫，就现在的故宫啊，那是过去可讲究了。走的门呢，安排叫太子门。太子门就是前任去世皇帝的儿子才能走的这个门。这小嘉靖皇帝15岁，虽然小，说不对呀，我不是他儿子呀，我是他弟，是他传位给我，我就是皇帝，我应该走的是正门，叫正阳门。你给我走个小偏门，是他儿子的，这太不合规矩了吧？那杨大官说，让你去了当皇帝就不错了，你还管走什么门啊？小皇帝说，好吧，我不当了，你另选人吧。就没办法，那最后变成你算了吧，你想走哪个门就走啊。你看又争来了权力，叫荣誉哈。因为你要做皇帝的时候，首先你的礼仪、权威都要具备。你看一来，你看他的本来应该是他的下属的官员就开始刁难他，说他也不是好惹的，想让我走太子门，我也不是他儿子，他只是我堂哥而已，我是堂堂正正来做皇帝的，想让我成为他儿子，休想！你再逼我，我不干了，就是把这个难题提给你。这杨大官一听，这小孩真不好惹，这也没办法啊。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说算了吧，你觉得走哪个门你就走吧。你看，走正式的皇帝大门，厉害吧哈？接下来没完呢，所以还没上朝就开始斗争。你看皇帝就是欺负皇帝年龄小啊，所以你看你今天有公司有董事会也一样，老董事长去世了，新董事长是他儿子，别说15岁了，就是28岁。我们这帮老董事、老伺候、老董事长这帮人就不买你的账，
你这个小孩你懂个屁呀，是不是啊？都说这样做才是对的，这样才做才是对的，就指挥你，就看你的智商如何，你是不是那么一个带有这种智商和威仪的人？这小孩就厉害了，好不容易继位，正式当了皇帝，又来事儿了，就是这个杨大官啊，就是叫杨廷和，最大权力这个大臣，权力太大了，下面的几百号官员都是他任命的。为啥这么说呢？前面别忘了，前面的正德皇帝天天在干嘛？贪玩啊，这真是玩破天了。你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给你干出来，就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确实，他也确实做过很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但是贪玩的心太重，所以具体朝廷的任用谁做了什么部长、什么官员，底下的什么官员，这都是杨廷和任命的。这杨廷和只要是打一个黑旗，他们都说现在都要打黑旗。杨廷和说打个白旗，这全天下都是白旗。都听杨廷和的，不听皇帝的，何况前面皇帝已经死了。杨廷和只要说啥，底下的官员就一起敢当面，一起叫群体的顶撞皇帝。顶撞的百分比是多少呢？98%。杨廷和说：“皇帝，您这样做不对。”大家全站起来说：“皇帝，您这样做不对。”就在现场。就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朝廷，有一个人杨廷和一站出来说反对，大家都站出来反对。今天我在这，我也会有压力。所以那个15岁的小皇帝有没有压力啊？在接下来有个事儿了，杨廷和出了个损招，权力大嘛，说第一招叫你给逃过去了，我出不来气。杨廷和就说，按照礼制，他就故意这么说了。按照礼制，按照这个传统文化，就是说，按照礼制，你的父母亲又不是皇帝，他就是亲王，那你应该认皇帝为父。那前面的皇帝是他堂兄啊，我不能认哥为爹，对不对？所以你要认正德皇帝的父母亲为父母，他父母亲已经过世了认他们父母亲为父母，认你的爹妈叫叔叔婶子，就是认自己的亲爹为叔叔，叔叔的老婆就叫婶子嘛。我们北方直白的说叫婶子，因为中文写婶子就是叔叔的老婆。杨廷和出这个馊主意，就是让这现在嘉靖小皇帝认他自己的父亲为叔叔，叫妈妈叫婶子，认前头正德皇帝就是堂兄嘛，堂哥的父母为亲父母。这小皇帝一听就炸了那满头发立起来了，就这胡说八道人家这么欺负人的胡说。但是呢，又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证据，因为所有的官员都听杨廷和的。杨廷和说：“皇帝，您也可以不听，但是还有300个朝廷官员想给您投信，告诉您同样的这件事情，看您听不听。”皇帝一听就晕菜了。哎呀，天哪！是这王八蛋太坏了！这不是一般的羊这是贼羊凶羊哪一天我给弄死你！但是这个权力之大，他都很危机他觉得可能现在我旁边的这些女的妃子这些在我身边伺候的这些太监，应该也是老杨的人应该是他的眼线对不对？所以还不敢发怒，回了后宫还不敢骂街对不对？只能在心里骂。那这个急所以杨廷和弄的这一弄之后，让这小皇帝真的没法做。这小皇帝就在公堂之上，就在这个朝廷上就吵，说我不吃饭，我发烧，我病了，我不上朝，我不管，等等各种一个年轻孩子
采用的基本手段来进行抗争。他抗争到什么程度呢？抗争到让杨廷和收回自己那个提议，是吧？说我是我的堂兄传位给我的正宗的皇帝，不但我不能叫这个我堂哥的父母亲为父母亲我还要认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皇帝。他搬过来这么一句，我相信一个青年人在朝廷上用了一个年轻人，一个人类所有的这种能争辩的、耍赖的等等的各种方法，但是争到了这个程度，说要不然我就不上朝，要不然很多礼仪我不往下执行，你们再选人。最后给逼的杨廷和也就不得不承认，没想到这小赖皮这么赖，说根本搞不过他呀，这太狡猾了不好对付。就在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杨廷和在欺负小皇帝，但是这些人的权利都是杨廷和给他们的，所以明知道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正人君子敢站出来说话。我相信里面有真正的正人君子，但是迫于权力的压力，不敢站出来和杨廷和作对。有一些写了信给皇帝，说诉说一下自己正确的表达，都被杨廷和暗杀了，关进监狱了，就是这样，命都保不住。所以就在这种时候，就到了南京没事干的张聪先生，听说这个事儿还这样的欺负皇帝的，这不行，是吧？老子得出手，我要去救皇帝。立刻，因为他有一项读书的一个方向，专攻什么？专攻礼。今天你上网去查到战国春秋时期，就是从前面的2000年到3000年期间，就有专门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家就研究礼、研究道，那可不是2个人非常大的群体。有些人像开悟似的，就把这个礼说得非常清楚，连皇帝封号也属于礼的一个部分。为什么有正宫皇后？为什么叫东宫太子？都是来自于《礼》这部书。那皇帝为什么有这些三妻四妾？都是来自于《礼》。群臣见了皇帝为什么磕头？来自于《礼》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书。但是杨廷和考试可以，聪明度可以，杨廷和是神童。他先考上这个最初的那个考试考举人，可能13、14岁就考上了。那张聪呢，这18岁才考上。杨廷和21岁已经通过了殿试，可能是第1名还是第3名。张聪呢，考了21年，才考到第3等所以他们的考试智商差别很大。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他未来的飞黄腾达。所以张聪一听说这还得了，该是老子出手救皇帝的时候了，他一定要引经据典的说过去《礼》这部书当中第几页当中怎么写的所以来驳斥杨廷和，而且说就是把杨廷和给驳倒不能把自己的父亲叫叔叔，而且还必须给他的父亲叫皇帝就把这一局给搬过来。连续1个礼拜吧，思考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书信，就寄给皇帝。也是赶巧了，这什么叫杨廷和控制着大家给皇帝的书信就那一天杨廷和不舒服，因为这封信写了皇帝亲戚，底下送信的太监一看杨廷和没来，就直接把这信给了皇帝。皇帝第一个读到的就是这一封信，一打开之后说：“哎呀，天哪，我可得救了，终于找到一个知音了，是吧？这么多天以来，没一个人向着我说话的，读了这封信，立刻神清气爽，可遇到知音了。
完了之后拿着这封信就找杨廷和谈，把杨廷和这些都是有历史的这个古著作，这个礼这部著作当中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根据所以小皇帝要求的都是正确的，而你杨廷和所说的都是错误的。皇帝说了，怎么样，老杨，你觉得张聪这封信讲的有道理吗？明明确实有道理啊，你给我拿个主意吧。杨廷和愣了半天，最后流出眼泪来说，跪到地上说，陛下，臣该退休了。皇帝一听这个信说，太好了，立刻批准，马上出城。你想多一份呼吸都没有，可是你自己辞职的呀，你别怪我呀，立刻送你出京，是不是啊？为了让你出京多给你300两银子都可以，赶快走人。说巴不得走，你天天在这刁难我，因为我心里那么舒服啊，我早盼着你死了这个老杨一走，杨大官走了，立刻把写信这个张聪请回来。那杨廷和那个下头朝廷的大臣不是杨廷和提拔的吗？没那么简单啊。他们憋着劲儿说，好吧，这帮人说把咱的恩人给赶走了，写信那个贼人我们乱棍打死他，你纪念皇帝这个走的这个路上就杀了他，就出这种馊主意出馊主意的杨廷和的儿子当时也是个高官，打死他。据说那段路呢，有一段路，那段路在历史上说，在那里打死坏人不偿命，谁知道坏人好人呢？对不对？所以就在那路上，当时就是埋藏着至少超过100名官员，都是官员呢，就在那打死坏人的意思，不偿命。张聪个性有点像我，读书不怎么样，但是什么都学他学军事谋略学，说我一下惊动了皇帝，才在那算，肯定惊动了老杨那帮高官，他们肯定会收拾我。所以张聪呢，可能还找了个替身先去探了探，说但是不要进城打听消息，说不对，他们想弄死你。所以张聪夜晚进城，还化了妆进了城，之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被皇帝直接提升到身边来工作。那么1年之后，他成为了接近于最有权力的人，大概3、5年以后成为权倾天下的人。但是他的这个权力的时期最高权力的时期大约10年左右。好，他成为了这么大的一个权力的人。当他成为了，也就是说这个事到第2年、第3年的时候，他想起萧半仙来了，就是想打他的人不敢打了，都开始害怕他，他权力很高了，也有了自己的卫兵卫队之类的了他就想起来当时的恩人萧半仙，给他算命的那家伙。萧半仙说，我得去拜访拜访他来到萧半仙家说，幸亏你当时提醒我，要不然你看我真错失良机，真是感谢你的及时的提醒但老萧给他客套了半天了咱们都是朋友，不用客套了。就说老萧那你说你为什么能看出来我将来是这么一个有权力的人呢？老萧说，天机不可泄露。说不行，咱慢慢聊，慢慢聊，不急你透露一点也可以，慢慢来。哄着萧半仙喝酒，萧半仙喝了酒是一点点透露说，哎呀你都是前世的事儿前世又喝了几杯酒之后说，前世又怎么了呢？哎呀，你是个孤儿再说呢，说不可透露，不可透露再说结果吧，第一宿5、6个小时把故事全掏出来了所以人不要喝酒结果是这样子的，前世的张聪就是在这个之前，前一世张聪是一个村庄的一个孤儿，他父母是谁不知道，印象再小的时候就没印象，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他有记性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在
一个村的还不能住中间，村外边的村口那里，大路口旁边一个浇地用的农民浇地的一个小屋子，还不是正式的屋子，那叫窝棚啊，只是像比如说种瓜，我来看看瓜，然后天太晒了之后在里避避风雨之类的，就是这样。一个小破屋子，他就住这儿，吃了上顿没下顿，个子还特别矮，以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就1.45米左右，个子矮，他相貌丑陋，背稍稍有点驼，智商还不怎么样，就这么个孩子，所以老大不小了，没有一个人给他提亲，也没有一个姑娘爱他。有一天，这个前世的这个张聪呢，这个小孤儿呢，就看到那边走过来，他正在干活，走过来一个僧人来化缘，就是僧人化缘呢，就是拿着一个锡杖，也叫禅杖，上头有铁环，一走路在地上一拄，当一声，才知道这是和尚化缘的来了。可是他们村里的呢，都信道，信道家的这些信仰，不信佛，变成是只要是佛门中人来在这化缘，结果怎么样呢？没人供养。这个小孩呢，是村里没人理的，他看之后他就有一种幸福感，看着这个僧人远路走过来，大太阳底下，就看是又累又饿，不像他电影上画的很伟岸呐，像佛一样高大，不是那样，他就是个人，这没吃饭也是饿的不受不了，面黄肌瘦，哪有什么英姿伟岸呐？没有。看到这个和尚饿得够呛，没人给他钱，没人给他饭吃，这个小孩就恻隐之心说，都开始说我要给他些好吃，你看我刚煮了个2颗红薯，但是又想，我这么丑，这么脏，供养人不会嫌弃我吧？这不管那个，就看他会不会走到我这边来。那个人穿过村，就是这位化缘的和尚，穿过村必然要经过他这个路口，走到下一个村嘛，所以一定要走过这个路呀。过来之后他就跪下说：“大师，我要供养您。”这个大师饿坏了，说：“好啊，好啊。”一看，我就煮了2颗红薯，这2颗全部供养您。这个大师也饿坏了，好吧，好吧，别多说，赶快把它吃了。大师头也不回就走了。其实这小孩呢，张聪还幸福感，我这么脏这么臭的一个小孩我供养这个大和尚，他竟然吃了，太开心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供养。若干次大概有10多次。大概第10次到第11次的时候，这个小张聪就病倒了，病到奄奄一息的样子。这位化缘的大师也同样走到他们村，也没人供养，他就冲张聪来了。张聪躺到自己的小窝棚里头，大师来问他，听说你病倒了。这个小张聪就说：“我觉得我的命好像不行了，就是我还能不能再供养一次呀？”大师就说：“欢迎啊，你还有什么好供养的？说那个碗里还盖着半个窝头食物之一了。”大师说：“欢喜接受。”这小孩就爬过去拿个半个窝头供上去。大师欣然接受。大师就问他：“小朋友，你总是供养我，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或者什么回报吗？”小孩摇头说：“没有，我就觉得很欢喜。”之后前世的张聪就这样就走了。请记住次数供养到第11次，无所求。张聪，今世的张聪，在嘉靖皇帝时期
作为最有权力的高官10年之久，成为那个时期权力最大的人。所以萧半仙说，你前世供僧的功德，因为你之前的业力，你的智商根本比不过其他的学生。如果以智商来排名的话，你最多做过县官，但是你供僧的功德，并且是无所求，所以你成为那个时代嘉靖皇帝时代最有权威的人。佛法的核心的理论，它是非常科学的、公平的。佛陀把这样一个非常科学公平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今世的命运可能就是因果的体现。所以佛陀修行觉悟之后说，我要把真相告诉大家。那个真相是什么？就是这个因果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的什么样的一个种子，就结什么样的果实，这听起来就很合理，对不对？所以你看，你3、4月份的春天种上什么瓜子，3个月、5个月以后成熟了，就看到是什么瓜。那么还有一些事情，就是说种3年不行，比如说我要种树，请问如果种苹果树的话，几年能吃到苹果？谁知道？那我所知道呢，小苹果树最快的3年就能结果，它只是没那么多，但是它也一样会产生这个小苹果产生出来啊。那可能平均是4、5年以上就开始产苹果了。但是一个苹果树如果不去砍伐的话，长几十年都没问题的。好，这是一个树。如果还有不是果实树，如果我想将来我种一个木头这个树种的树将来长成参天大树，我盖房的时候我变成柱子和房梁，那个需要多少年？差不多20年就是一般的一些树，不是过分硬的树是可以的。你看这个跨度20年紫檀呢要跨越100年和几百年。就是说我们这个种瓜得瓜的这样的因果关系，从你看几个月到几年到几十年到几百年，那么人生呢苦短了，那人生就是这180年的这个时间。说如果未来想得好的结果呢，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事儿？也就是你现在开始种什么样的种子，种善的种子，将来得到善的果实。所以有很多人天生就出生在很贫苦的家庭，有些人是出生在非常富贵荣华的家庭，有的人生下来就相貌堂堂，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无论从健康还是外形都不是那么好的，就是尤其是长到几岁到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判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为什么我家不如他家，为什么他爸比我爸能干，他家比我们家钱多，我们一直贫穷人家钱多还长得好看尤其是女生这个对比，说我穷我还长这么丑就是为什么？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我是一个小 baby 一个小宝宝，我还能做什么坏事？你说对不对？那按照因果论来说的话，说可能是前世的。比如说这个像佛陀圣诞的时候在佛教里经常说，如果在佛前给献花的话，就会得到美丽庄严的相貌。当然这是一个说法如果说你经常没事就绑架别人杀别人，但是佛圣诞的时候你去献一朵花，未来也很帅很漂亮吗？不会的，不会的。这里它是指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农民，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那么坏，
但是呢，也有内心的贪嗔痴慢疑。但是如果说有一次在法会上为佛献了一束花、一朵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北美的禅学院当中，我们会给佛献花，就几块钱，就给大家一个机会至少赢得佛陀的欢喜，能照顾到那里有那样一个人，还有那样一份恭敬心，那我要保护他所以我们从出生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差别，那这个差别不是你今世做了什么，而是今世生下来就不如别人，这已经生下来就是一个果那什么时候种的这个籽呢？可能就是前世或者是更久之前。它就像人一直做一种积累分数，比如说你的运动，这个月有没有运动啊？如果没有运动就是0，这个月是吧？有运动就记录了一共，比如说像那个一些运动游戏，就是说消耗多少卡路里，消耗多少的热量、脂肪增强了多少能量，不管真假吧，他给你做个记录。那人生就是这样，在累积的你的功德与好坏之间呢，总有若干个方面的记录贪心升起，伤害别人又是一个记录。有时候你贪心升起，伤害了别人，你自己并不清楚，对不对？你和他可能就是这个人一面之缘，你也骗了他，那个人上当了，回家之后夫妻俩吵架，最后到离婚一离婚生气，走到路上骑摩托又给撞死等等的，它的连环性的这个引发的副作用，你可能在家里并不知道，说这些都是命运的体现，也正是业力的体现。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读得越多越好。所以我们的行为非常的重要。所以提醒大家，一份善念、慈悲是多么的重要。把慈悲装进自己心里，那我们的人生的命运就会带来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我们先不要说修来世了，就是今世咱们自己，无论从健康到精神健康和高度，还要对家人，还有对子女的这个正面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是吧？这个有些注定的命运的那个结果，尤其是大灾大难的结果是注定的。那你会抬杠说，或者叫科学讨论来说，这个注定的灾难是否可以改变呢？是可以的。佛说了，若知未来果，这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现在做这事。如果你的心态调整了、纠正了，结果一定会发生改变。还有你比现在变得更恶，那坏事来的就更快，就更大。所以说，连基本的慈悲善念，如果我们不能去转变的话，你的命运得不到转变的。这个一定要开始明白这个事所以佛所说的因果的这个理论就是这样非常公平的，你的好坏的东西一定是公平的这个结果。所以心怀善念未来得善果，心怀恶念再有恶行，未来得恶果。因为我们的行为是由你的精神来主导的精神来主导的所以我们未来一定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境界，有着叫绝对的叫因果绝对的这个因果。所以这是很公平的。自然世界这个道是公平的它是公平的当我们对自然越认识多了，就越明白老天非常的公平。这个故事送给大家。
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